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美国的表现一直颇值得玩味。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3月10号，美国白宫召开了一场特别的简报会，有大约30名在美国 TikTok 视频平台上颇具影响力的视频博主参加了该简报会。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及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则是主持。白宫之所以召开这场稍显特别的简报会，目的也很简单，其旨在向这些网红们介绍和宣传在关于俄乌问题上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相关援助与北约合作等问题。我们发现，在这场俄乌冲突当中呢，社交媒体可以说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但是我们注意到，在社交媒体这样的一个舆论场当中啊，似乎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来自乌克兰的声音。周先生，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你又怎么看社交媒体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另外的一个战场？从我的角度看啊，它更多的现在是现场直播的战争。所以我们今天大量的涉及到的什么坦克行驶在大街上的场面啊，包括导弹飞行的轨迹啊，双方的一些枪战的镜头啊，所以都在第一时间看到。你看泽连斯基他现在搞什么推特外交，因为推特去指挥战争，发布行政令，所以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它跟民众之间呢形成一个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励的关系。像泽连斯基啊，非常善于运用社交媒体。那换句话说，你善于运用，还是西方给了你这个平台的。美国的几大这个社交平台，它第一时间把俄罗斯这个踢出去，让你发不了声了。在当地时间3月10号呢，美国白宫办了一件事儿，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广泛关注。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召集了30名该国的这个网红，而且呢是顶流的网红，召集他们召开了一个电话的一个通报会。通报内容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些情况。这个会啊，由这个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特别顾问米勒，还有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这个普萨基来共同主持。各位是怎么看的？所以战争在爆发之初的时候，美国那个 ABC 新广播公司，他搞了一个民调，发现这个美国18岁到39岁的这个年轻人呢，居然有61%的这个高比例是反对美国卷入这个乌克兰这次冲突的。所以这一部分年轻人他需要去引导，需要对诠释美国为什么深度介入这场战争的这个意义要有一些新的理解。而美国政府呢，也需要这些网红带节奏，因为网红自带流量，是吧？他通过政府的喂料，向民众呢，也可以做一些解释性的工作。伴随着这场乌克兰危机呢，其实还有不少的虚假信息是不断的涌现，层出不穷。有一个观点就认为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理性和中立显得尤为重要。到底是谁在炮制假信息？普通的民众又应该如何去鉴别呢？冲突双方各自的支持群体啊，都会炮制虚假信息，这个是客观存在的。而谁会制造更多的虚假信息呢？我认为啊，在真实战场上处于弱势的一方，必然会在舆论战和心智战中啊，炮制更多的虚假信息，因为啊，这样才能弥补他们在战场上的劣势。关于民众的甄别，还是要多看来自第三方的信息，尽可能呢保持理性，不被情感和情绪的因素所左右，才能看到更多的真相。第二呢，要更多的基于常识和常理来判断。此次乌克兰危机以来呢，所谓的中方事先知情、默许、纵容俄罗斯军事行动等虚假信息呢，甚至是谣言也不断的出现。那外交部呢，已经就此进行了多次的强势回击。那怎么来看待这个俄乌冲突？拿中国来说事儿，我们应该怎么来避免落入到这个话语陷阱当中？施先生，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客啊，往往在这个时候会特别的活跃，利用虚假信息和所谓的匿名官员的情报，与西方媒体形成互动，攻击中国，抹黑中国。一方面呢，想把中国也拉入这场冲突中；另一方面呢，是想在国际上抹黑中国的形象，企图通过冷战思维搞孤立一方的老把戏。对于这种舆论陷阱啊，我们还是要多看中国官方和主流媒体的立场及表态，不要轻信一些挑拨使坏的说法。